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年后家里聚餐，大伯对着我跟我妹妹来了一句：“女孩就别上桌了吧。”我妈一愣，旋即露出笑脸说：“对对对。”把我和妹妹赶进小厨房。我委屈，就因为我家没男孩，大伯欺负我家，我妈怎么也帮着外人。我妈拍我一巴掌：“想什么呢？赶紧吃，今晚上一盘菜都不能从这儿端出去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爸连生俩闺女，就去医院结了扎。用他的话来说，生一个证明我能生，生两个证明我喜欢孩子，这就可以了。什么没儿子继承家业，他俩闺女又不是死了，女孩就不能继承了。他想得开，老一辈的想不开。我奶奶一度哭着闹着要他再拼个儿子，我爸笑呵呵地应下，转头就去了医院结扎。他把报告拍在奶奶面前说：“你要孙子可以，但你儿媳妇真再生了，那可不是我的，我能保证一视同仁。我媳妇不管怀的谁的，我都要。你能当亲孙子吗？”我奶奶哑火了，她想要的是亲孙子，而不是野孙子。这一举动让我妈清静了20年，再加上我家条件不错，生活优渥，我妈养成了一个肤白貌美的小富婆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就认为我妈是个除了喝茶逛街，凡事不操心的人。虽然岁数大了点，但生活常识还没我充足。直到1年前，老家的大伯频繁给我爸打电话，催他回老家过年。我爸推脱不过，今年携一家4口回了老家。我们应大伯的要求，准备烟酒礼盒，登门拜访大伯家。用大伯的话来说，这叫长幼有序，长兄为父。爷爷奶奶去世了，大伯就相当于我爸半个爹，必须敬着。我爸一向看得开，多年不回老家，这点小事也就随他去了。不成想，刚进大伯家门，他又提出第2个要求，让我爸在当地县城最好的酒店包一桌顶级酒席，当做团圆饭。这也不算什么，毕竟过年了，请家人吃个饭，理所应当。当2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在餐桌上坐下之后，大伯提出了第3个要求：女孩就别上桌了吧。我和我妹妹都是一愣，此时此刻桌子上只有4个冷盘，不让我们上桌，刚吃的那2筷子冷菜根本撑不到散席。大过年的，让我和妹妹饿着吗？我妈怔了一下，旋即露出笑脸：“大哥说得对。”我妈把我和妹妹赶到包厢相连的小厨房，又招呼大伯家的2女儿下桌。想不到大伯倨傲地来了一句：“我女儿是长房嫡女，跟你家女儿可不一样。”哦，我懂了，合着就我跟我妹妹不配呗。我爸啜了一口酒，小眼神就那么飘给我妈。我妈当即站起来：“是我太久不回家，不懂老家的规矩。按理说我也只是2房媳妇，不能跟大哥一家同坐的。你们吃着，我跟我俩闺女在外面等大家。”我妈说着也离席了，一整个逆来顺受的窝囊样。大伯对我妈的识趣很满意，对着我妈的背影还点评了一句：“2弟妹虽然肚子不争气，但人还是有点眼色的。”我爸拿筷子的手停了1秒，他放下筷子，端起酒杯：“不说他们了，大哥喝酒。”我几乎气炸了，是他们3番5次催我们回老家过年。回到家，一口热水没喝上，就被拉过来请客，结果菜没吃上，我们一家4口就被赶走仨，人都骑到我脖子上来了。我妈还一副完全没脾气的样子。我妈斜了我一眼，这点小事也值得生气？修炼不到家，她素手一挥，招来服务员：“这包厢里订的菜都给我送小间来，但凡有谁把任何一盘菜端到里面的大桌上，
我敢保证，3天内包你滚蛋。这包厢是我妈订的，定金是我妈给的。我妈还是这家连锁酒店的高级 VIP， 谁能得罪谁不能得罪。服务员门儿清，当即就有人给我们单独布置了一个小桌，一水儿的菜就那么端上来，把小桌挤得满满当当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过年这大喜的日子，赶紧吃啊！我妈对着镜子补妆，还淡淡的补上一句：“别担心你爸，从你大伯让你俩下桌的那刻，他就做好挨饿的准备了。”整整1个小时，我跟妹妹在小间里吃大餐，我爸在大包厢里硬控全场，时不时从大包厢里露出几声哄笑，但一个出来催菜的都没有。1个小时后，我跟我妹妹吃饱了，但我妈没让我们撂筷子。别急，才到半场，给我演一会儿。片刻后，大包厢里的人终于忍不住了，一直吃不上东西。哎呀，大伯母就出来催上菜。一出包厢，正对着打饱嗝的我们仨，大伯母脸都气扭曲了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哟，弟妹好手段，里面一大家子都饿着，你们仨倒是先吃个肚圆。”我妈收好口红，连忙站起来：“嫂子，弟妹不经事儿，今儿一天闹了多少笑话，这团圆饭我生怕出纰漏，所以想着先让这俩丫头片子尝尝菜色，不好吃的就赶紧换掉。嫂子别急，快尝完了，等这边的菜上完了，包厢里的菜就上了。”我妈用最软糯的语气说出最硬的话，意思很明显：我女儿吃完了，你们才配吃。大伯母气得浑身颤抖，把门一摔，进了包厢。她拍着我爸面前的桌子发飙：“二弟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大哥一家没吃上饭，你家那仨倒是先把饭吃了，有没有一点敬重长辈的意思？当初我就说你媳妇不是个好的，果然家里男人没吃上饭，自己开小席，这种女人压根就不能要。”我爸反应慢了一拍，酒一上头，整个人就显得有些憨厚。“那嫂子，这饭你还吃吗？”大伯母被噎了一下，大堂哥倒是接话：“怎么能不吃呢？都等到现在了，这儿的饭可不便宜，平常好几年都舍不得来吃呢。妈，你消停点吧。二叔，我妈头发长见识短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”大堂哥罗大喜，大伯家长子，今年快30了，啥事不干，在家里专职啃老。别看他现在说话好像挺明事理，今天之前大伯一个个提要求的时候，他屁都没放一个。我爸笑眯眯的，像是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。大喜说的是啊，大过年的团圆饭怎么能不吃呢？这样，我现在就把那仨扫兴的赶回去，别扰了大家兴致。我再给桌上多添俩硬菜，大哥大嫂别生气哈。说完，我爸起身，踉踉跄跄的推门：“你们仨怎么回事？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”我爸骂骂咧咧的带着我们仨走出酒楼，一出门，那踉跄的脚步瞬间板正了，酒意也不见了，说话也正常了。我妈打开车门，嗤笑：“装挺像啊，饭钱结了吗？”我爸坐在副驾驶，仰脖灌了一瓶矿泉水：“你们吃的那桌结了，他们的结个屁！让我请客，还不让我闺女上桌。我没把桌子当场掀了，全是看在一母同胞的面子上。”我妈笑容一收，淡淡的开口：“今天这事儿顶多算下马威，后面肯定有别的事儿求我们呢。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我爸冷笑一声，平常生意场上那冷冽的寒意都带出来了。翻来覆去不就那点事，老家的东西我用不上，前几年都让出去了。若还想从我手里扣别的，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狠人。我妈嗔怪：“都是一家人，不好做难看。我看不如他们提钱，就做个局，让大侄子欠债；他们提房，
就让别人来收他们老宅呗。我跟妹妹听得目瞪口呆，我妈还说我爸狠，他才是真的斩人不带血好吧。我妈冷笑着开车，你们俩妮子记住了，天大地大，自己家最大，谁让我孩子不自在，我就让他们全家不自在。我妈猜得不错，当天晚上没有电话，但隔天一大早，我爸的电话就被打爆了。大伯亲自来电，语气异常平和，电话里只有一件事，不容拒绝，祭祖。祭祖是幌子，哭诉是目的。我妈烫好头发，穿上大衣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今儿就让你们学一下怎么去撕极品亲戚。车开到村口，我爸停车，说是带着我们一家给村支书拜个年。一根烟没吸完，我爸拐弯抹角地提起了给村里修路的事儿。是伯，年后我打算在附近建个厂，捎带手的把村里的路修了。村支书喜上眉梢，之前国家也给修路，可是我们村子位置偏僻，那路修到村口就没了，外面看着齐齐整整，可一到阴天下雨，村里面泥泞遍地，修路又需要钱，村里哪有钱修？我爸主动出钱修路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。村支书当即就要请我爸进屋详聊，我爸推辞了一下，还要去跟大哥一起祭祖，忙活完了再来跟您聊这事。村支书拍着我爸的肩膀说一言为定。出门上车，我憋在心里的疑问终于问出口了，爸，建厂修路的规划不是在3年后吗？您怎么现在就提了？我妈笑道，这是给你那好大伯挖坑呢。我还没想明白这坑是怎么回事儿。大伯家已经到了，按照老家的规矩，女孩不能参与祭祖，但儿媳妇可以。于是我和我妹妹，大伯家的2女儿，就这么生在家里。我妈临走前留给我一记凌厉的眼神，机灵着点。他们前脚一走，大伯家的2女儿就嚷嚷着要找同村的发小玩，扔下我们就跑了。我和妹妹在院子里大眼瞪小眼。这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不对劲了。村里空空的院子，2个外地赶来的女孩，这要是发生点什么意外，那可就太不意外了。立即给我妈发信息，我妈秒回，去村口 CBD。我拉起妹妹就跑出门，哪里大妈人多去哪里。再去小超市买了几大包瓜子，拆开散给人群，扬起笑脸，年纪大的喊阿姨，年纪小的叫妹妹，甭管辈分对不对。不出一会儿，就在人群中混得火热，有眼熟的人就问我，你是罗家老2的大闺女吧？我点头，再抓一大把瓜子塞到对方手里，甜甜的叫了一句婶子好。那位不知姓氏的婶子把我拉近，压低声音说，你大伯娘坑你呢，你怎么还敢来？我装作茫然无知，怎么可能呢？那可是我亲大伯，怎么会坑我？婶子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。以前是亲的，自从你爸发家，亲的也成后的了。你家没儿子，你大伯等着吃你家绝户呢。一群人纷纷应和，这个说今年催你们回来就是看上你家钱了，那个说昨晚上大伯娘回来后不睡觉，对着院子骂到半夜。热热闹闹中，就见2年轻男子转到进了我大伯家的门。婶子扯开嗓子招呼，别进去了，人在这儿呢。婶子轻轻拉一下我和我妹妹，你们不是来相看人的吗？人就在这儿呢，当着我们大伙的面就这么相看吧？相看相亲？我瞬间如遭雷劈。来之前我们做过心理准备，无非就是哭穷和要房，万万没想到我大伯一家如此贪心，居然找俩人过来娶我跟我妹妹。那俩男的脸皮也厚，居然大摇大摆的就那么过来了，当着众位大妈们的面还敢厚颜无耻的开口，我是你大伯娘的娘家侄子，
你大伯娘说了，把你们姐妹二人嫁过来，亲上加亲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不过我先说好，你妈生了俩女儿，听说这个会遗传，你们生不出儿子，以后可是要净身出户的。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不要脸的不怕要面子的。这种又吃又拿，还一脸便宜我们的极品，真是刷新了我跟妹妹的见识。我特么生你祖宗！我妹妹跳起来就要打人，婶子一把拽住我妹妹，小姑娘家的，怎么能打人呢？她一边嗔怪着我俩，一边脱下自己的棉鞋，对着那俩男的就扔过去。打架这种事得由我们长辈来。一时间，刚刚嗑过瓜子的大爷大妈们百般武艺全使出，拿鞋底扇人的，拿笤帚打人的，还有抓了一把土准备随时偷袭的。半大小子们倒是没动手，虚虚围在四周，只是看着谁敢还手，一棍子就敲在那人手上。而一群小姑娘把我和妹妹团围住，护在中间。他们说：“你俩放心，有我们在，敢欺负你俩没门。”吵闹之间，祭祖的人回来了。我妈一个箭步冲过来，先是检查我跟我妹妹受没受伤，发现完好无损后，远远递给我爸一个眼神。我爸这才开口：“怎么回事啊？”一群人七嘴八舌的把前因后果讲清楚，婶子最后还补了一句：“自家人吃自家人的绝户。”我齐春华可是头一次见，真是把8辈子的脸都丢尽了。我呸！话是对那俩男的说的，最后一口是冲着我大伯呸的。大伯脸上瞬间青红交加，大伯娘怒了，嚷嚷开：“这是我们罗家的事儿，要你多嘴。二弟，你自己说，我好心给你俩闺女找了知根知底的人家，你同不同意？”我爸又露出那副憨厚的表情：“同意呀。”他点点头：“这是亲上加亲的好事，谢谢大嫂操心。”大伯娘登时又抖起来了，可是我爸又挠头，手足无措的样子：“这俩姑娘的嫁妆，我们家出不了呢，你们可别嫌弃。”那俩相亲男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：“怎么可能？你家3家厂房，2家公司，还有几套房子，怎么会出不起嫁妆？”我妈柔柔一笑：“是有这么多，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传给罗大喜的呀，2个丫头有什么资格分？”我妈此话一出，全场寂静。大伯两眼发亮，反倒是我大伯娘给整不会了。这个回答超纲了。他之所以派俩侄子过来相亲，就是因为他知道我爸妈疼女儿，那偌大的家产，俩姑娘一分，再嫁给侄子，最后不全是他娘家的？谁能知道？二弟一家看着疼闺女，重男轻女使起来比他还绝，真就1毛不给。大伯娘不敢置信，我妈理所当然：“女孩子分什么分？我们家没儿子，以后家产全是大喜的。嫂子，你不想让大喜要吗？”一句话把大伯娘问得哑口无言。一边是亲儿子，一边是亲侄子，当然是儿子更重要了。既然儿子要继承2房全部家产，那娘家侄子就没用了。大伯娘打发俩人离开，俩相亲男不乐意了，远道而来，人没相上，还平白挨了一顿打，这谁能愿意？当下嚷嚷着要赔钱。婶子说：“赔什么钱？那是你们自己摔的。”相亲男指着旁边小超市的摄像头，正要说什么，超市老板露头出来：“监控坏了，滚！”俩相亲男到底是滚了，但没有彻底滚。他俩回去叫上自家人，又气势汹汹地赶到大伯家，要大伯娘给个说法。人是大伯娘找的，说是有好处可捞，可好处没捞到，捞了一顿打，人还被赶走了。就问大伯娘：“今天不给个交代，以后娘家还要不要回了？”而大伯这边也拽起来了：“
儿子即将继承万贯家财，哪里还看得起这俩穷亲戚？大伯当场放话：爱过过，不过滚！再闹腾，他就跟大伯娘离婚，明年再找个年轻漂亮的。你们这群人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两房还没扯明白，村支书进门了。罗家二小子，咱聊聊修路的事儿呗。我爸笑得一脸憨厚，但又很是为难。是伯，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了，现在是我大哥做主。村支书蒙圈了，你出钱修路，怎么让大哥做主呢？我爸憨笑着解释，是这样的，大喜说要继承我家家产，以后这钱的事儿我做不了主。说完，我爸就闭上嘴，跟我妈一起乖乖站在角落里，一副你们说啥就是啥，我全听得乖巧样。村支书虽然疑惑，但到底修路是大事儿，他不想放弃，于是他就问大伯：罗家老大，修路这钱？大伯一听到钱，疼得站起来，鼻孔朝天：什么修路？什么钱？我没钱，等拿到二弟的家产，我们一家就搬到城里住，村里的路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话一出，村支书傻眼了，跟着村支书后面进门准备商讨细节的长辈们也都傻眼了。修路这事儿黄了，这可不行啊！于是，一群族老也加入吵闹混战。大伯家小小的院子里挤进三方势力，相亲男要说法，大伯娘叫骂你没良心，族老和村支书说修路啊修路，一时间吵闹声半个村庄都能听得见。在这鸡飞狗跳的档口，我妈小手一挥，示意我们撤。场子摆好了，火气挑起来了。你们不是想要我家的家产吗？自己先脱层皮吧。等我们坐上车离开的时候，我爸羽绒服依旧板正，我妈妆容依旧精致。他们俩不仅毫发无伤，甚至话都没说几句，悠闲的样子不像是经历了一场混乱大战，而像刚去散个步。我妈总结，这叫借力打力。至于让罗大喜继承家产这事儿，有凭证吗？有文件吗？口说无凭啊，宝子，你得拿出证据来。刚过初七，大伯一家就拖家带口的进城了。没法子，村里实在是待不下去了。大伯母的娘家得知自家被耍猴一样戏耍了一顿后，勒令跟大伯母断绝关系。村支书几次三番要不到修路的准信，一怒之下把这事捅开了。全村的人都知道，罗家老大吝啬鬼，不光吃自己家弟弟的绝户，还把修路的大事儿给搅黄了。从那以后，大伯一家人出门就被人堵着骂，回家还被邻居骂。要是出村子散散心，回家保准发现院子里多了一堆凌乱的垃圾。如此这般，大伯一家终于熬不住了，打包好行李进城找我爸，好商量一下继承家产的事儿。等拿到钱，还愁没地方生活吗？大伯一家不知道我们的住处，但是知道公司的地址。初七一大早，一家人就蹲在公司门口等我爸来上班。对此，我妈早有准备，她没出面，而是让公司里最机灵的秘书过去处理，别人都不用管，专管罗大喜。我妈提点，秘书名叫张玲，年轻漂亮，头脑活泛。她很快明白我妈的意思，对着镜子补补妆，踩着高跟鞋就去了。她不找别人，专找大堂哥。您就是小罗总吧？张玲一开口，说的罗大喜心尖直跳。小罗总，从小到大还没人这么叫过他，叫他的人还是个漂亮姑娘，激动的急忙站起。张玲甜甜一笑，罗总早就吩咐过，小罗总您是企业未来的接班人，得好好接待，酒店什么的都安排好了。小罗总您随我来。话一说完，扭头就走。罗大喜有些窘迫，我这还有那么多人呢。张玲像是刚看到他身后那一堆人似的，惊讶，不好意思，
我以为只有小罗总会来，没准备这么多房间。要不你们再等会儿，我去问问罗总怎么安排。刚开年，公司一堆的会，恐怕要到天黑了。大伯脸色黢黑，冷哼一声，不像话，有这么把长兄扔在大街上的吗？张玲身子一缩，眼圈说红就红，扯着罗大喜的袖子道歉：“对不起吗？我也没想到小罗总的家人也跟着来了，谁家继承人是拖家带口的来投奔呀？”张玲撒娇上眼药，手段虽然低级，但罗大喜十分受用。他不悦，对着一家人教训：“在公司门口呢，吵吵闹闹像什么样？我先去酒店安置，你们随便找个招待所对付一晚，等我跟二叔商量好继承的事儿，再去管你们。”他撂下这句话，扭头就催张玲走。张玲跟在他身边，羞涩夸奖：“不愧是小罗总，就是有魄力呢。”罗大喜听得浑身都飘在了云端，这叫糖衣炮弹，也是男人惯用的甜言蜜语。我妈指着监控教育我：“你今年刚毕业，一定要分清楚自己的实力和别人对你的评价。”两句好话就被哄着走的人是蠢蛋。我连连点头称是。教育完我妈又吩咐财务部给张玲这个月加奖金，最后才问我爸：“你考虑好了没？”我爸罕见的沉默了，他坐在椅子上，整个人有些消沉。我妈没催他，就这么静静地等着。许久之后，我爸抬起头，眼底有些红：“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。”我妈叹一口气，他们起了贪心，3番5次的敲打都没懂，还得寸进尺。我怕再试一次会伤你的心。我爸沉默地抽完一根烟，血脉相连，何至于此？最后一次了。晚上，我妈安排了一个大包厢，给大伯一家接风洗尘。有年初挨饿的先例在，这一次大伯乖乖闭上嘴，绝口不再提让我跟妹妹下桌的事儿。大伯娘倒是想发飙，因为跟娘家决裂，这几天她吃尽苦头，一肚子气没地方发泄。然而刚起个头，就被罗大喜一个冷眼瞪住了。今天什么重要，什么不重要，自己心里想清楚，别给我多事。大伯母悻悻地闭上嘴，我妈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全当没看到。等菜上的差不多，大伯终于忍不住：“二弟，让大喜继承的事儿，你怎么打算的？”我爸闻言，笑脸一收，换上一副似笑非笑的冷淡脸，反问回去：“大哥什么意思？”大伯沉吟一下，拿出一副谦逊的样子来：“原本到时不用这么着急的，这不是老家那群人顽固不化，实在是没办法生活在一起。要不然，你先拿出一套房来给大喜住，好歹让我们一家有个落脚的地方。反正这房子早晚也是大喜的。”大伯说完，大伯娘补充：“怎么会？二弟一家一向大方，既然家产迟早是大喜的，现在总不好只给一套房，这说出去还不够丢脸呢。”我爸低头喝酒，装哑巴。我妈轻笑出声。大伯母闻声发怒：“怎么着，想反悔？你们可是当着全村的面说让大喜继承家产的，真到了掏东西的时候，怎么推三阻四的？”我妈笑吟吟的，一点也不生气：“大嫂，这什么急啊？你们没地方住，我们给你们找地方，自然没有让你们一家住桥洞的道理。你们呀，把心放到肚子里吧。”大伯娘急了：“这是住不住桥洞的事儿吗？几天招待所谁还住不起了？重点是赶紧给家产呀！这二弟一家是傻子不成？”大伯敲着桌子，仰着脖子问我爸：“罗远山，你到底怎么打算的？”好，大名都喊出来了。我爸撂下酒杯，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：“让大喜继承家产，至少得等我死了吧。”桌面上一阵寂静，大伯和大伯娘
眼神晦暗不明。我爸反倒又笑起来了：“都吃呀，吃饱了才有力气算账。”一桌席面不了了之，而整场席面的主角之一罗大喜，整个人状态魂出天外，不仅一句话没说，等散场的时候，他还抢先一步冲出包厢，拐到走廊一角，拉住了守在外面的张玲的手。玲玲，话刚起头，张玲抽出自己的手，打断罗大喜的话：“这什么急呢？”张玲视线瞟向我爸，手指在罗大喜的胸前画圈圈：“小罗总呀，人家现在还不是你的人呢。”张玲拍拍罗大喜胸前的衣服，娇笑转身，跟在我妈身后走了。自此安静了3天。这3天，我爸的状态有些焦虑，直接表现就是抽烟的频次增多了。我妈对此的评价是：“你爸对兄弟的期待过高了。”我心里门儿清，哪里是过高，只是最基本的对人的要求而已。只是我大伯一家根本做不到。我爸明知道这一点，却还期待着大伯一家对他还抱有一丝家人的温情。这份期待在3天后的一通电话里稀碎了。“罗总，您那辆黑色奥迪刹车片被动了手脚。”张玲平静地汇报，在我爸耳朵里分外冰冷。那辆黑色奥迪是我爸留给罗大喜用的。我爸沉默着抽完一根烟，把烟头碾灭。机会给了，他们不要，那就不用讲情分了。我妈当即安排张玲把备用车开出去吧。下午，罗大喜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，他的声音里全是热情：“二叔，我找到一个好玩的地方，带你们出去转转呀，让我俩妹妹都来。我这难得来一趟，二叔一定要全家都来呀。”全家都来这4个字，罗大喜说得格外清晰。罗大喜坚持不让我爸开车，他开着那辆黑色奥迪，接上我们一家4口，一路开往盘山公路。等车开到山顶，不出意外，他接到一个紧急电话，一脸着急地跟我爸说：“二叔，我妈去市里逛街走丢了，我得赶紧去找，车留给你们，你们慢慢玩，我打车回去。”他说完就要走，被我爸一巴掌拍在肩膀上，动弹不得。6个身形健硕的保安从旁边的车里下来，笔挺地站到罗大喜的身后：“别急啊，大侄子。”我爸笑了一下，笑意有些冷：“这么急的事儿，我们一起回去帮你找。”罗大喜看了一眼黑色奥迪，额头上冷汗都下来了。这车他动了刹车片，上山容易，下山那不是找死吗？他可不想死。他往后退几步就撞在保安身上，扭头一看，一排凶神恶煞的人墙。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二叔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爸摇摇头：“大侄子啊，晚了，给过你们机会，换来的是你要我们全家死。现在想解释，对不起，不想听了。”几个保安摁住罗大喜，把他摁到奥迪车的驾驶位。我爸声音平静：“大侄子，这辆车我给你之前专门做过保养，车况完好，开上这辆车，从这里跑到山下，我就原谅你。”罗大喜害怕的差点哭出来：“从这里跑到山下，哪里还能有命在？二叔不是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为什么还要他开车下山？二叔是不是要他死？”罗大喜从未觉得我爸如此可怕，也从未觉得方向盘这么烫手。二叔，你饶了我吧！罗大喜想逃跑，保安死死摁住他。我爸点燃一根烟，神色冷漠：“给你家几分脸色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？今天这辆车你不开，我找人开。总而言之，你今天坐定了。”保安们手脚麻利地将罗大喜换到副驾驶，其中一个保安坐进驾驶室，绑好安全带，一句废话没说，一脚油门就往山下开。罗大喜吓尿了，他崩溃地喊：“别开了，别开了！
这车的刹车片弄坏了，你这么跑，我们得坠崖。开车的保安像是聋了一般，充耳不闻，飞速开车，在盘山道上，甚至还开出了几个漂移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也赶到了山下。此时，罗大喜已经从车里爬出来，瘫坐在马路牙子上，涕泪横流，裤子也湿了。我爸冷笑，就这点胆子，也敢对我出手。其实，今天他开出来的这辆车是好车，那辆被动了手脚的奥迪车，已经连夜被张玲开回去封存了。罗大喜这个蠢货，连车牌号变了都不知道，因为他自己做出的恶，导致他今天一整天都活在生与死的边界。我爸凑近他问：大侄子，你是选择自首，还是再跟二叔我过两招？罗大喜被警察带走了，他甚至是主动往警车里钻的，生怕慢一步就被我爸再拽回去过招。太狠了，太狠了！这一天他过得比半辈子都长，因为他交代得十分爽快。不到晚上，大伯和大伯娘也双双被警察带走，但审讯的过程并不顺利。大伯在审讯室整天叫嚣着要见我爸，不然一句话都不可能说。其实他交代不交代的影响不了什么，被动了手脚的车还在，罗大喜的行为也有记录，甚至连他们密谋的过程都有目击证人。无论如何，这个犯罪他们洗脱不掉。但我爸思来想去，还是带了点好吃的去看望大伯。一张小桌子摆了4样简单的小菜，不能喝酒，我爸就开了一瓶矿泉水。我爸给大伯倒上，不发一言，自己先干了一杯。大伯冷笑：你做出这种样子给谁看？你把你的亲大哥送进了监狱，你没良心！我爸放下杯子，寂寥一笑：大哥，你要我全家的命，还要跟我讲良心？行啊，那我就跟你谈良心。我爸指着那4样小菜说：小时候家里穷，别说吃菜了，上学的钱都没有。你说你是长子，你要上高中，我就从初中退学，省下来学费给你上。你说生活费太少，在学校挨饿，我15岁就去工地里扛钢筋挣钱，挣来的钱全会给家里当生活费。后来我开了厂子，生活好了，你说你家里穷，让我接济，我就给了你一个厂房，让你2年败光。我爸抬起头，直直地看着大伯：那么你的大哥，你给过我什么？你给了我老婆和女儿羞辱，你算计我女儿的婚事，你还想要我全家的命！大伯拍桌子狂怒：你没儿子，你那些家产最后都会变成外人的，给大喜是理所应当。你要是乖乖交出来，不就没那么多事了吗？我爸一脸的讽刺：算了吧，大哥，自己没本事，只会算计其他人的人，就算给你们家产，你们能接住吗？胯下多了2两肉，你就当你儿子开挂了是吧？大伯脸上的横肉都在发抖。片刻后，他泄了气：算了，家产我就不要你的了，你写个谅解书，让我们出去，这件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不然，大伯话锋一转：等我出去，我就把咱妈的坟刨了。寂静片刻，我爸把桌子掀了，抓起大伯的衣领，照头就是2拳。行啊，你刨坟，我就把你活埋了。我爸贴着大伯鲜血横流的脸，神色间带着嗜血的狠。我说到做到。我妈也没闲着，她去看望大伯娘，跟大伯父那边的画风不同。大伯娘是带着哀怨的絮絮叨叨，一边指桑骂槐的骂我妈，一边又装可怜的求放过。我妈没心思装体面，隔着1米远，听着大伯娘的絮叨，慢悠悠地涂指甲，时不时的还抬头关心：嫂子，口渴不？我给你开瓶水。大伯娘忍不住了，捶足顿首的哭诉：二弟妹，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呀。一开始
我可真没打算这么做的。我原想着把你俩女儿好好的嫁过去，到时候亲亲热热的一家人，多好呀！可你们不领情啊，造成现在的局面，你们得担一半的责任。我妈吹吹指甲说：“你是说，我一开始替女儿答应那俩相亲男，我们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？”大伯娘点头：“对对对。”我妈一巴掌就扇在大伯娘的脸上：“对你娘的屁！我的女儿凭什么让你呼来喝去？你配吗？”哦，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我妈嫣然一笑：“现在你的2个女儿落在我手里了。”撂下这句话，我妈转身款款离去，只留下大伯娘惊恐的嚎叫：“你想干什么？陆燕回，你想对我女儿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什么也不做。”早在警察抓人的那天，我妈就给俩堂姐发了一笔生活费。你们都大了，大的26，小的24，害人的主意也不是你们出的。至于在老家你们故意把我俩女儿落单的事儿，我也不打算计较，带上生活费，各自谋生去吧。你们爹娘这个样子，等出来了也只会把你俩当血包用，以后多为自己考虑点。交代完这些，我妈订好他俩工作城市的车票，一早就送走了。跟大伯娘说那句话，纯粹就是让大伯娘自己吓自己。坐牢的日子那么漫长，总得找点事情打发时间，对吧？结束了2场对话，我爸妈因为在警察局里动手的事儿被分别批评了一顿。我和妹妹赶去派出所领人的时候，我爸一扫前几天的阴霾，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。明天我们再回一趟老家，我们专程去村支书家里道歉，因为跟大伯的矛盾，害得村支书跟着被耍了一顿，白白捞了一顿空欢喜。听完了事情的始末，村支书长叹一口气：“人心不足啊，都是贪心闹的。”我爸保证修路的事情说到做到，等年底就动工，一应费用他全包。村支书闻言大喜，将之前的不愉快抛到脑后，为了防止再出纰漏，直接把我爸扣在客厅里喝茶，使唤儿子女儿满村子喊人。当天就把事情定下来。我妈带着我和妹妹备上厚礼，专程去拜访了齐大婶家，感谢她的维护之情。最后的最后，我爸挑了一个黄道吉日，给爷爷奶奶上了坟。你说你们成天念叨养儿防老、传宗接代，养出一个给你俩刨坟的儿子，你可满意了？我爸抱怨几句，就让人动工迁坟。他在市里挑了2块上好的墓地，把爷爷奶奶迁过去。我妈给我爸一个白眼，狠话聊得比谁都狠，做事又比谁都怂。我爸乐颠颠地说：“那是比气势呢，我怎么会为了一个人渣把自己搭进去呢？”老婆，你放心好了，大伯一家的判决赶在春天的时候下来了。罗大喜判了3年，大伯和大伯娘各1年，判决不多，但是在老家从监狱里出来的人，想必日子不会好过。而且2位堂姐已经远走高飞，剩下一个啥事不干的罗大喜，希望他俩能长命百岁，给啃老的儿子多多挣钱才好啊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